谁能在战场上活下来，就能获得快速晋升。在二战时期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当中，一线士兵战场平均的存活时间只有9分钟，撑过3天就能当营长。80年后，乌俄冲突爆发，一场持续数月的惨烈战争又将这样的历史场景重现。在最残酷的巴赫穆特战场，一线士兵平均存活时间约4小时，一个连的存活时间也只有1天。乌俄冲突开始半年后，得到欧美国家大量援助的乌克兰，在赫尔松与哈尔科夫方向展开了反攻。2大战场的顺利反攻，使得整个战场局势向有利于乌军的方向变化。面对前线带来的压力，普京开始在顿巴斯地区实施部分军事行动。同样，乌克兰在巩固战线之后，也迅速将目光转向了顿巴斯。一方是行动不断受挫的俄罗斯，一方是刚取得2场重大胜利的乌克兰。双方都想抓住战机，在顿巴斯建立优势，从而让整个战场局势转向对己方有利的局面。2022年年中，在乌东战场，俄军虽然保持了缓慢推进，但双方整体上处于相持不下，战线并没有很大变化。巴赫穆特方向，2022年7月初，俄军占领利西昌斯克，此时的战场局势非常混乱。为了应对俄军的进攻，乌军向东南部的水电厂输送力量，但由于俄军占领了克利诺夫，炮火覆盖乌军补给线，切断了巴赫穆特到水电厂的主要补给线。巴赫穆特南部，乌军占据大量小型定居点，形成一道道防线壁垒，依托水库在水电厂新卢汉斯克一线进行着严密防守，构成了乌军南部的第一道防线。俄军从上卡绵扬卡进入南部的工厂区，对北部雅科夫利夫卡与南部的波克罗夫斯克展开全线进攻。7月下旬，俄军占领波克罗夫斯克小镇，向北沟通索莱达尔，向西连接巴赫穆特，从而获得了进攻巴赫穆特的钥匙。战略意义可想而知。面对俄军进攻，乌军集结力量反扑波克罗夫斯克，但遭到了失败。俄军借助波克罗夫斯克攻入巴赫穆特市区，并抵达易守难攻的工业区。战线进入9月，在经过1个月的装备、人员集结，借助数日炮火准备之后，乌军对巴拉克里亚市发起了攻击。此地是在2022年3月被俄军占领。乌军沿着巴拉克利亚库皮扬斯克公路进发，在巴拉克利亚南部，乌军第93旅第1特战旅控制了巴伊拉克与红古萨洛夫卡定居点，同时对库皮扬斯克与伊久姆进行了炮击。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下令要求俄军从伊久姆与附近阵地撤出，退至奥斯科尔河左岸。乌军重新掌握重镇伊久姆，缴获大量俄军遗弃的装备弹药，包括45辆坦克、79辆步兵战车、15辆装甲车以及大量的弹药。同时，乌军还夺回了库皮扬斯克西半部分。而在哈尔科夫方向，乌军在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抵达了达布尔卢克与别切涅日水库一带。当时俄军声明是这样写的：为了实现解放顿巴斯这一既定目标，决定将驻扎在巴拉克利亚与伊久姆的俄军重新集结，将其部署到顿涅茨克方向。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为了占领顿巴斯，决定撤出兵力，同时采取措施，保证军队重新部署行动不会受到乌军干扰。这话虽然说得很漂亮，但改变不了俄军在付出大量有生力量，占领的数千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被乌军快速夺回。俄军也被迫撤至奥斯科尔河左岸，甚至还将库皮扬斯克拱手让人等多个事实。当时乌军正在对莱曼发动袭击，但由于莱曼处于北顿涅茨克和河谷次生林附近，沼泽遍布，乌军难以快速机动，只能以步兵为主发动冲锋。然而驻守的俄近卫20集团军在与乌军展开拉锯式攻防战之后，终因兵力不足、实力不济，最终让乌军夺回了莱曼。莱曼方面的俄军在不断吞下失利苦果的同时，瓦格纳却在慢悠悠地夺取巴赫穆特周边高地。巴赫穆特这座始建于1571年的小城，是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的一座工业城市，距离顿涅茨克州的首府仅89公里，地处河床低洼地带，同时也靠近俄乌边界。巴赫穆特是顿涅茨克州的重要交通枢纽，连接着利西昌斯克、西维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以及卢甘斯克等地的交通。
二战结束后，苏联参考斯大林格勒的巷战经验，对顿巴斯城市群进行了改造，在城市每个角落都修建了地库，战时可以化身为坚固的火力点，用于城市巷战。2个火力点交叉就能控制1条街道。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乌东地区同样摩擦不断。乌克兰预测到与俄罗斯大规模冲突可能无法避免，于是在欧美国家的支持下，对未来可能成为前线的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人防工程建设，其中就包括了巴赫穆特。经过长达8年的改造，再加上苏联时期的改造，巴赫穆特俨然成为了一座战争堡垒。城市下方遍布各种通道。此前俄罗斯媒体曾报道，在巴赫穆特战役中，俄军抓住一名乌军第93旅的士兵，并从其口中得知，虽然当时巴赫穆特所有道路都被俄军炮火覆盖，但乌克兰依旧可以通过地下通道为守军运送补给与兵力。不过该士兵并不清楚整个地下通道的部署情况，只知道驻守的通道通向10公里外的第2道防线与恰索夫亚尔。四通八达的地下通道使得巴赫穆特成为了一座巨大的要塞，上万乌军可以隐藏其中。事实上，巴赫穆特战役的定义不仅仅包括乌俄两军在市区的争夺战，还有在城市周边地带进行。要知道，绝大多数的关键战斗都发生在周边地带，市区巷战仅仅持续了3个月。瓦格纳官方声明首次出现巴赫穆特是2022年7月2日，瓦格纳表示巴赫穆特战斗进入新阶段。7月3日，瓦格纳发文称，在完成利西昌斯克方向的作战后，部分瓦格纳士兵被重新部署到巴赫穆特方向。这是瓦格纳首次公开介入巴赫穆特，绝大多数人都不会预料到，这个战前人口仅7万、面积只有40余平方公里的小城，将成为乌俄冲突最为残酷的战场。2022年2月24日，乌俄冲突爆发。在经过1个月的激战后，俄军由于兵力不足以覆盖战线，先后放弃了基辅、苏梅以及哈尔科夫等地。在这种情况下，瓦格纳在3月16日被要求回国，随即瓦格纳便携带装备从非洲赶了回来。在加入战场之后，瓦格纳选择向乌军防御最充分的地区进攻，并于5月9日占领波帕斯纳亚，取得顿巴斯首场重大胜利。7月2日，瓦格纳官方动态首次出现了巴赫穆特，其转发了俄罗斯知名分析团队的影片。在这个影片中，分析团队认为乌克兰正在向巴赫穆特附近不断部署增援部队，远程火炮与战术航空兵也正在对该地区的俄军进行打击。7月3日，瓦格纳发文称正式介入巴赫穆特，并表示瓦格纳雇佣军在完成利西昌斯克方向的战斗后，部分士兵被重新部署到巴赫穆特方向。目前突击队正在前进，并占领波克罗夫斯克耶与克里诺沃耶定居点。随着顿巴斯战场的升级，俄罗斯正规军兵力渐显不足，但瓦格纳雇佣军却凭借着在战场上不俗的表现，使得俄罗斯国防部加大了瓦格纳的用兵力度，成为了顿巴斯的主力之一。此外，还有部分顿巴斯武装。而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获得更多战果，同时也为了扩张瓦格纳的规模，瓦格纳老板普利格金在俄高层的默许下，利用其特殊身份开始频繁接触俄罗斯各大监狱，招募囚犯兵，以参战满6个月赦免罪行并给予高薪为条件，大量招募囚犯兵，扩充瓦格纳的兵力。等到了9月底，原本仅有8000余人的瓦格纳已经膨胀到了4万余人。在经过首轮补充后，兵力充盈的瓦格纳开始大规模向巴赫穆特增补兵力。在巴赫穆特战场，瓦格纳以原有的8000名成员为核心，通过以老带新的方式快速提升囚犯兵的战斗力，并形成以老兵为骨干、囚犯兵为基础的作战场面。大量兵力开始部署到巴赫穆特。与此同时，乌克兰大批部队也开始进入顿巴斯战场。据不完全统计，乌军先后有30多个旅、20多个独立营在巴赫穆特战场交替作战，包括国防防御112旅、118旅、120旅、125旅，以及摩步53旅、57旅、59旅和61旅。另外还有空突24旅、27旅以及机步93旅等。此外，支持乌克兰的多支外国雇佣兵分队，比如美海军退役上校安德米尔创建的莫扎特雇佣军。值得注意的是，从2014年乌东冲突爆发之后，乌军就在顿巴斯城市群进行防御工事建设，并在城市群外围要点建设战壕、掩体，同时设置了雷场。在顿巴斯战场，城市战对乌军来说相当有利，虽然兵力低于俄军，但可以凭借着既有的防御工事有效阻止俄军攻势。反而俄军由于部署
熟悉战场，在2022年的攻防战中付出了许多代价。最初，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没有特别关注巴赫穆特的战事，但由于乌军在哈尔科夫方向大举反攻，并在赫尔松方向掌握主动权，巴赫穆特进入外界的视野。因为此时的俄军大部分战线都处于守势，在莱曼等地败逃的背景下，巴赫穆特成为了俄军唯一保持着进攻的区域。在这里作战就是瓦格纳雇佣兵集团，这也使得瓦格纳在顿巴斯战场上的表现愈发突出。尤其是在2022年9月、10月的战斗中，瓦格纳先后重创乌军第58摩托化旅与第30机械旅。整个巴赫穆特一线的防御已几近崩溃，眼看着俄罗斯正规军在哈尔科夫等地一退再退，瓦格纳只能靠自己了。在10月初，乌军成功夺回莱曼，并携着莱曼战役之威，在巴赫穆特发动了全线反击。乌军进攻无果后，俄军突然改变2个月以来的蠕动姿态，加强了进攻节奏，横扫了巴赫穆特东南部区，直接推进到城市南郊。但在这个时候，俄正规军变革也开始了。195的丢失，再加上哈尔科夫的溃败，让俄罗斯高层决定换帅。2022年10月8日，苏罗维金临危受命，成为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但在苏罗维金接任之际，俄罗斯正规军正在面临非常严峻的问题。195与哈尔科夫的溃败，让俄正规军整体战斗力与士气都处于低谷。瓦格纳出狱在前，正规军反而遭到重创。乌东战场的大批俄军部队被迫返回本土休整，部分动员的新兵短时间内也无法转化为有效战斗力，再加上俄军各级指挥层的混乱，使得前线弥漫了疲惫、失望的情绪。所以苏罗维金上任之后，马上开始整顿前线，针对指挥体系存在的混乱、低效等问题，采取了系统性的调整，同时吸取哈尔科夫战役的教训，精简作战部队的指挥层级，增强指挥官对战场信息的直接掌控力。10月9日，瓦格纳对巴赫穆特南线发起进攻，乌军第4快反旅面临崩溃。不过，希尔基斯及时派出了援军，暂时稳定了恶化的防线。与此同时，希尔斯基还进行试探性反击。由于巴赫穆特距离乌东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仅约60公里，一旦失去这2座城市，巴赫穆特内的乌守军将处于俄军炮火的射程范围之内，乌军肯定不会轻易放弃。于是，苏罗维金与普利格金共同制定了巴赫穆特绞肉机计划。俄罗斯想通过巴赫穆特战场对乌军加强进攻，然后将乌克兰在其他战场的兵力吸引到这个战场，从而减轻俄军在其他防线上的压力，迫使乌军陷入一场消耗战，从而拖延并削弱乌军进攻能力。为了确保该计划的顺利进行，苏罗维金向瓦格纳承诺将全力提供充足的后勤支持，包括弹药补给与空中打击。在2人商定之后，俄军开始实施炮火覆盖的方式开路，然后就是装甲兵轮番攻击。另外，苏罗维金还开始在乌克兰南部战场修建大规模的防御工事，由壕沟、铁丝网以及反坦克陷阱等组成。而在乌东地区，195战役结束之后，瓦格纳同样开始修建防线，这些防线从卢甘斯克一直延伸到俄罗斯境内，最早被称为瓦格纳防线。但随着俄军在乌东与乌南持续不断的修建防线，最终形成更大规模的防御体系，也就是苏罗维金防线。由战壕、雷场、铁丝网和射击阵地组成的庞大防御网络。从当时公布的消息来看，苏罗维金防线是为了从陆地和海上全方位防御赫尔松被占领部分而设计的，但这些防线在修建之初却颇受非议。有人将其称为俄罗斯版的马奇诺防线，认为防线建造成本过高，在乌俄战场环境下没有任何用处。事实真是如此吗？在巴赫穆特战役之前，乌东战场中，乌俄双方处于军事状态。俄军突击基辅失败，但拿下了马里乌波尔，封锁了亚速海。乌军也迅速从最初的慌乱中调整过来。泽连斯基与扎卢日内的分工很明确，一个争取国际援助，一个部署防御和反攻，最终守住了赫尔松地区，并在此之后创下了哈尔科夫反攻的奇迹。由于哈尔科夫反攻与莱曼战役的成功，大大提升了乌军士气，同时也让战线发生了显著变化。局势的转变也让欧美国家看到了希望，开始提供大量的援助，并成为维持乌克兰政府与军队运作的关键。
但支持也为泽连斯基带来了压力，使得欧美国家对乌克兰的期望值不断升高，要求乌军在战线上取得更多进展，以此来证明援助的有效性与正当性。面对这个压力，泽连斯基的角色也发生了转变。专注于争取国际援助的泽连斯基开始以乌克兰最高统帅的身份介入军事决策。在乌军总参谋部的最初规划中，巴赫穆特并非关键防御要点。负责顿巴斯战场指挥的扎瓦日内认为，地处河谷地带的巴赫穆特缺乏天然的防御屏障，在面对俄军进攻时，很容易让乌军陷入高打击的防御姿态。因此，乌军初期防御策略选择了弹性防御，逐步阻击俄军进攻。待俄军进入巴赫穆特地区后，乌军将撤退到更适合防守的地区，比如巴赫穆特后方的恰西夫亚尔就具备天然的屏障优势，能够更高的狙击俄军进攻。但泽连斯基对于战场有自己的判断，认为此时的乌克兰需要国际社会的承认，同时还表示战争是一张大饼，一块一块的胜利构成了整体的胜利。如果让俄军夺取巴赫穆特，将成为普京对外炫耀的资本，同时也会让欧美国家失望。因此，泽连斯基认为，即便巴赫穆特的地理条件并不优越，但也不能放弃该地区的防守。而且在战争初期，尽管瓦格纳在巴赫穆特的进攻中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并未成为乌军指挥部的关键重点。这是因为当时瓦格纳的规模较小，且以独立作战的方式参与战斗，这就使得乌军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已经做好了反击预案。在俄军换帅的同时，乌克兰指挥部也做出了改变。由于希尔斯基在基辅、赫尔松以及哈尔科夫战役中展现出极有成效的防御反击能力，于是乌军指挥部将擅长进攻作战的希尔斯基调到巴赫穆特战场担任作战指挥官，成功遏制了俄军的进攻，并实现了局部反攻。乌军指挥部希望他能够在巴赫穆特再创辉煌。10月中旬，乌军第53、54机械化旅从正面对瓦格纳发起反突击，打算利用重型装备与机动性打乱瓦格纳阵型，从而达到夺回阵地的目的。但让人没想到的是，两支机械化部队的反击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让第54机械化旅在战斗中损失惨重，大量装甲车辆被摧毁。巴赫穆特南线同样被瓦格纳突破，瓦格纳部队渡过巴赫穆特河，对乌军南部防线进行大规模打击。这让希尔斯基意识到瓦格纳与俄罗斯正规军有很大不同，于是便让乌军全线转入防御。与此同时，瓦格纳同样在制定全线进攻的方案。在瓦格纳部队中，有大量退役特种部队通信专家、战术顾问以及突击队军官等组成，基本涵盖了特种作战所需要的各级军官与士兵。再加上俄罗斯正规军提供的强大火炮支援，可谓是如虎添翼。随着战场局势的发展，瓦格纳也逐渐成为巴赫穆特地区的主攻力量，军队规模迅速扩大。而在赫尔松战场又起了变故。在苏罗维金上任之前，负责了赫尔松战线的指挥，深刻认识到该地区的严峻性。随着乌军部队不断加强反攻，赫尔松战线形势急剧恶化，俄军面临着补给线被切断、兵力分散以及防线崩溃的风险。为了避免俄军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苏罗维金在上任后多次请求撤军。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苏罗维金向绍伊古报告时表示，由于桥梁与渡口不断遭到乌军炮击，影响了第聂伯河右岸的俄军补给，赫尔松市与周边居民点也无法得到正常攻击。另一方面，乌军不断向前推进，在经过了多次请求之后，10月9日，克里姆林宫宣布将从赫尔松州的首府撤军，将部队从赫尔松市和赫尔松州部分地区转移到第聂伯河左岸，并沿河进行防御。超过11.5万名居民已从第聂伯河右岸疏散。2022年3月2日，俄军占领赫尔松州首府赫尔松市，成为乌俄冲突爆发后俄军攻占的首个乌克兰主要城市。当时美国媒体分析，赫尔松市对俄军战略意义重大，有利于俄军控制更多南部海岸线，并向西推进至奥德萨。如今俄军从首府撤退，引发了高度关注，并在撤退的过程中采取多种措施来保全军队，避免了更大规模的伤亡和损失。同时，为了抵御乌克兰军队的反攻，并为俄军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进行战略调整和兵力集结，成功保住3万俄军。但撤军之后，苏罗维金在国内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接下来的行动再拿不出一系列战果，苏罗维金将成为下一个替罪羊，为俄军在乌克兰的失败行动背锅。至于这个战果是什么，显然不是重新夺
夺回赫尔松市，而是将撤退的俄军重新部署到东线战场，从而在顿巴斯地区取得巨大优势，比如巴赫穆特战场。与此同时，在俄军撤出第聂伯河右岸的赫尔松地区后，乌军在赫尔松地区的反攻行动告一段落。相较于其他战线僵持的地区，巴赫穆特战场再度成为了双方的焦点。由于泽连斯基对前线的影响，乌军非常重视对巴赫穆特的防守，并向这一带先后调动大量军队，包括我们所熟知的第24旅、93旅以及128旅等。在双方持续加码的背景下，所有人都不会怀疑巴赫穆特即将爆发激烈而残酷的争夺。在这个40余平方公里的小镇上，几十万兵力作战，交战双方伤亡超过15万人。巴赫穆特正在成为二战后最残酷的战场。那么这场绞肉机究竟是凡尔登战役还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呢？绞的又是哪一方的肉呢？这场由苏罗维金与普利格金策划、瓦格纳执行的绞肉机计划，最终成就了普利格金的威名。而在巴赫穆特战役结束后不久，普利格金便利用瓦格纳与俄罗斯国防部扳起了手腕。我们言归正传，继续复盘这场惨绝人寰的战役。从9月份开始，俄军从变电站出发，连续攻克维塞拉多利纳、伊万赫拉德后，扎伊采夫与巴赫穆特的联系已然被切断，西南部的奥德拉多夫卡、麦克莱夫卡同样接连失守，使得原本只需要南面抗敌并有源源不断补给的扎伊采夫局势急速恶化。在三面被围且失去补给的情况下，仅仅半个月就失去了扎伊采夫。与此同时，瓦格纳还在制定全线进攻的方案。要知道，在瓦格纳雇佣军中有大量退役特种兵、战术顾问以及突击队等等，再加上俄罗斯正规军补给成本的炮火支援，让瓦格纳在进攻上拥有非常强的战斗力。但随着东欧地区的番疆区如约而至，使得战场环境急剧恶化，重型装甲部队变得通行困难，于是双方转为炮火对轰，向对方阵地抛洒大量弹药。战场形态仿佛回到二战时期，但又有着许多不同。无人装备的大量运用改变了乌俄交战规则，双方投入数十种无人机，广泛应用于侦察、监视以及自杀式袭击等任务。无人机轰鸣的声音也成为了每个士兵的梦魇，同时也使得一线士兵生存堪忧。其中乌军损失更大，因为俄军拥有火炮优势，在巴赫穆特战场，乌俄双方火炮比例维持在1:8。虽然乌军装备的火炮更先进，但完全无法承受俄军数倍的火力优势。11月底，普利格金公开承认，巴赫穆特是一座地形复杂、防守严密的大型堡垒，但瓦格纳的目标并不是这座城市，而是借助战场摧毁乌克兰武装力量，降低乌克兰的战争潜力，从而为俄军在其他战场创造优势。瓦格纳通过惩戒营不断吸引乌军的主要火力，然后再出动小股快速突击部队，快速穿插乌军薄弱环节，使得乌军南线防御迅速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希尔斯基决定再次将多支预备队调往前线，包括24旅、66旅、57机械化旅以及第425斯卡独立突击营。但面对兵力不断膨胀且有着俄军密集炮火支援的瓦格纳，乌军增援无力改变局势，防线几乎丧失了战术深度。北部的索莱达尔防线，乌军再次部署了王牌部队第93旅下属的第1、第2以及第20机械化营进行协同防御，但情势同样不乐观。瓦格纳部队发现乌军在第1、第2营之间的结合部只部署了边防部队，瓦格纳迅速抓住战机进行突击，2天便突破乌军防线。为了遏制瓦格纳，乌军第2营向左翼反击，同时第10突击旅向右翼进行反击，但乌军第20营刚出临木线，便遭到瓦格纳的炮火袭击，装甲车辆几乎全军覆没。直到乌军第46旅驰援，才避免了第20营被歼灭。而随着战场局势的急剧恶化，第93机械化旅被迫撤退休整，巨大的损失在乌军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也开始与泽连斯基产生分歧。在整体战略上，扎卢日内倾向于保存有生力量，避免陷入绞肉机计划。只是瓦格纳的绞肉机计划已经运作数月时间，乌克兰为此付出了巨大成本。巴赫穆特的象征作用超过了战略价值，泽连斯基要求必须保住巴
巴赫穆特，否则将被视为乌克兰在政治上的失败。12月20日，泽连斯基突然到访巴赫穆特，并向前线士兵授勋，要求他们坚持住。12月上旬，俄军宣布占领雅科夫利夫卡，在地形上比巴赫穆特高出40米，俄军炮火将能覆盖整个巴赫穆特。中旬，瓦格纳攻入城内，乌俄漫长的攻城战正式打响。此时的东欧处于寒冬，南北线非城市防御区的气温骤降，许多防御阵地没有供暖设施，使得乌俄面临着严寒考验，修建、扩建防御工事几乎变得不可能。在2022年最后的时间，瓦格纳与乌克兰武装部队都在不断向前线运送兵力与装备，遭受严重损失的乌克兰不得不对前线部队进行大幅轮换。乌军在南部防线部署第127、第119与第103国土防卫旅，并从赫尔松战场抽调了第28、第60与第3突击旅；北部防线部署第61、第4以及第17坦克旅，抽调第24、第63机械化旅以及第128山地突击旅，另有第77空突旅作为机动兵力。支援火力方面，乌军调集了第40、第43以及第45炮兵旅。反观瓦格纳同样面临兵力不足的问题，为此普利戈金频繁出没俄监狱，持续招募囚犯兵。凭借着此前积累的名声，普利戈金的招募取得了很大成果，甚至许多正规军士兵都提出申请，希望能加入瓦格纳。等到了2023年1月底，战前仅有数千人的瓦格纳已经膨胀到了8万人。12月30日，瓦格纳对索莱达尔发动大规模突击，乌军第119独立国土防卫旅前往索莱达尔东南方进行狙击，但乌军还是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局面。预感大事不妙的希尔斯基立即将还未休整完毕的第93旅志愿者警察以及国土防卫部队调往前线，但这些临时组建的部队无法抵挡瓦格纳的猛烈进攻。瓦格纳一旦发现乌军防线空隙，立刻使用远程炮火进行攻击，再派出小分队进行渗透。面对瓦格纳这种高频率战术，乌军显得有些难以应对。1月6日，俄军突破皮德霍罗德内的乌军防御，索莱达尔大半地区已被攻陷。2天后，希尔斯基视察前线，他面对现状也无能为力，但依然要求士兵坚守阵地。不过在这个时候，克里姆林宫发生了变化，国防部与瓦格纳之间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2023年1月中旬，俄军再度经历换帅，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成为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苏罗维金降为副总指挥。但值得注意的是，曾导致哈尔科夫失败、受到批评的拉平上将却成为总参谋长。这些人员调动目的就是为了削弱国防部强势派势力，尤其是瓦格纳方面。巴赫穆特战役的发展让普利戈金声名显赫，出手阔绰的待遇也让一众正规军士兵申请转职到瓦格纳，这让俄国防部感到非常大的压力。普利戈金一方面公开批评国防部，另一方面将瓦格纳发展到等同正规军的规模，独立于俄罗斯法律与军事制度之外的瓦格纳逐步成为普利戈金的私军，让克里姆林宫觉得普利戈金正在脱离掌控。为了限制瓦格纳的发展，俄军高层在弹药后勤方面开始有意削弱瓦格纳的优先级。在过去的几个月内，瓦格纳在战场上快速推进不是没有代价的。据不完全统计，瓦格纳每天需要消耗2万余枚炮弹。为了能顺利执行绞肉机计划，苏罗维金优先为瓦格纳提供弹药供给。反观正规军同样面临弹药短缺问题，但得不到更多支持。为了削弱瓦格纳，俄国防部开始有意的平衡这种情况。1月上旬，俄军依托地形优势从雅科夫列夫发动攻势，同时还攻克了巴赫穆特东南部地区，进入盐矿区作战，对剩余地区逐步形成半包围态势。来不及撤退的乌军陷入困境，只能依靠盐矿场坚守。1月7日，欧美媒体爆出北约将向乌克兰援助制式坦克。1月10日，瓦格纳从3个方向攻入索莱达尔市中心，乌军在艰难抵挡6天后失守。索莱达尔的沦陷意味着乌军在巴赫穆特南北2翼防线全面崩溃，丧失防御纵深的乌军只能将主力集中在市区防守，残酷的巷战已经难以避免。在这个过程中，瓦格纳与俄国防部之间再次爆发矛盾，原因正是索莱达尔是谁打下来的。普利戈金认为这是瓦格纳的功劳，但俄国防部关于索莱达尔战斗的报告中完全没有提及瓦格纳，这让普利戈金非常的不满。战事进入2月，巴赫穆特巷战已经进入白热化，乌军不断加码，将第113、第116旅调到北线，而在城内，乌军将连队拆分为多个小组，并分派到不同建筑物内狙击瓦格纳。激烈的巷战也让许多建筑物在1日之内多次易手，在重火力的掩护下，瓦格纳敢死队的进攻非常疯狂，每隔1小时就会发起一次冲锋。乌俄一线士兵在前线平均存活的时间仅有4个小时。这场残酷的战斗，双方每天可以消耗数万枚炮弹，
创下了2战后前所未有的纪录。然而，就在瓦格纳拼命进攻的同时，俄国防部不仅限制了弹药供给，同时禁止瓦格纳招募囚犯兵。作为巴赫穆特战场上的尖刀，普利戈金非常不满，多次公开抨击俄国防部，频繁抱怨瓦格纳弹药匮乏的问题。普利戈金表示：“我们将有2倍的牺牲，或许只有所有瓦格纳全部埋葬于战场，弹药全部用尽之后，国防部那群老爷们才能被迫拿起步枪进入战场。”普利戈金的媒体公司同样向克里姆林宫施压，并发起了给瓦格纳弹药的媒体行动。普利戈金的公开言辞也变得越来越尖锐。在2月20日一份公开音频中，普利戈金指责俄最高指挥官剥夺瓦格纳的弹药，犯有叛国罪，还表示他被要求道歉并服从，才能确保为前线瓦格纳提供弹药。俄国防部否认了这种指控，并发表声明称，将在最短时间内满足部队的需求。俄军总指挥苏罗维金与瓦格纳老板普利戈金决心在2022年秋季发动一场能够彻底改变战争态势的决战，迫切需要找到一块乌克兰不会轻易放弃，同时不断吸引乌军的磁铁，利用这块磁铁将乌克兰有生力量拖入战场，从而让泽连斯基放弃幻想，向俄罗斯妥协。那让我们回顾一下一战时期的凡尔登战场。1916年，德军统帅法金汉同样是想发动一场决战，希望能找到一个法军无法放弃的地点，发动绞肉机计划，让法国人的血流干，从而背弃与英国的联盟，与德国进行和谈。这就要求成为磁铁的地方必须具备巨大的军事或精神价值，最好2者都具备。最终，法金汉选择了凡尔登战场。在战役开始的第1周，德军战线每天都能向前推动1到2公里，然后之后每天进展却只能以米来计算。导致德军推进变慢的因素有很多，法军采用了节省有生力量的战术，年纪较大的预备役部队部署在战壕中，正面对抗德军进攻，现役部队随时待命，一旦有机会就反击。法军高层反应也很迅速，菲利普·贝当在只拥有1条通往后方公路的情况下，愣是在1周内组织了近4000辆卡车，将19万兵力与2.5万吨物资通过公路运到凡尔登，使得每一块混凝土后都有1挺机枪，每一个树桩后都有1名士兵。反观德国步兵方面，在推进的过程中需要面对一个又一个的障碍，想要快速突破这些障碍，单靠火炮难以完成，因此德军组织了大量步兵突击队与工兵队。在这场战役中，法金汉确实实现了既定战略，法军伤亡达到40万人，但德军也付出了激进的伤亡。从战略角度来看，法军遭受了比德军更严重的损失，但西线的战事自此恢复了平静。来到巴赫穆特战场，瓦格纳雇佣军与俄新动员的部队每天都在发动自杀式冲锋，结果损失巨大。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惨烈的结局，当然不是前线俄军有多勇猛，反而是因为俄军在炮火技术上的极度落后。俄军主要采取的战术是通过小股部队进攻，发现吸引乌军火力，然后再由俄军火炮集群进行摧毁。这本是苏罗维金的拿手好戏。在叙利亚战场，苏罗维金就曾让俄军与叙军守住关键节点，吸引叙利亚反对派的围攻，然后再利用强大火力消耗反对派。但在巴赫穆特战场，苏罗维金再次运用这个战术，只是角色发生了转变，俄军是进攻方，最终导致战术失灵。俄军虽然有炮火优势，但无法有效压制打击纵深区域的乌军，因为俄军缺少高速数据链，没有数字化炮兵系统，即便有经验的炮兵小队，想要打出高精度也需要10分钟以上。乌军前沿阵地全部采用了分散部署，炮火的智能化精准化也超过了俄军。无论是瓦格纳惩戒营的集体冲锋，还是俄正规军的步坦协同战术突击，大部分都遭到乌军炮火的远程打击。这也是俄军为什么在占据数倍火炮优势下仍无法压制乌军的主要原因。2023年2月底，瓦格纳集中兵力对北翼发起进攻，击溃了西北郊区的乌军。乌军重要补给线 T0506、0504号公路近在咫尺，这2条公路被乌军视为最后的生命线，一旦被俄军切断，就意味着巴赫穆特将迅速失守。虽然第92机械化旅成功狙击，暂时解除危机，但乌军面临巨大威胁，在仅有4公里防御纵深的情况下，面临着随时被包围的危险。3月上旬，乌军被迫从巴赫穆特河左岸撤退。此时的场景与此前扎卢日内所预料到的一样，当乌军失去巴赫穆特4周高地，并开始向处于低洼地带的城区增兵时，必须忍受来自高处的炮火打击，反击时也需要仰视进攻。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瓦格纳雇佣军的战斗力足够强，但经过数月的攻城作战，没有经过轮换的瓦格纳防御兵力接近枯竭，而且在攻城作战中，瓦格纳还消耗了许多骨干。
随着作战的推进，双方逐渐转为面对面，防线距离缩短到几十米，双方的进展开始以米为单位，每一寸土地的争夺都变得异常艰难，越来越考验士兵们的意志和勇气。在战事后期，瓦格纳对每栋重要建筑都设置了丰厚奖金，士兵将根据夺取的难易程度获得相应奖金，阵亡士兵家属同样会获得丰厚抚恤金。值得注意的是，瓦格纳士兵的收入全部都会交给士兵指定的受益人，阵亡士兵的受益人将以现金的形式一次性获得100万卢布的抚恤金，不经过银行，也没有任何交易记录。至于那些囚犯兵在战斗满6个月并存活下来，将得到特赦。在3月底，因为弹药与兵源问题，普利戈金与俄国防部再起争执，要求国防部派兵保护侧翼。随后，普利戈金得到了新组建的风暴 Z 部队的协助。该部队是俄高层禁止瓦格纳征召囚犯兵后，按照瓦格纳的模板创建的囚犯兵突击队。与瓦格纳相同的是，这支部队的士兵在前线作战6个月就能得到普京豁免。在2战期间，苏联在与德军交战中就曾组建惩戒部队，将那些因为怯懦或不遵守纪律的部队送往更困难的战场。但与瓦格纳最大的不同是，风暴 Z 的士兵薪资很低，阵亡抚恤金也远远低于普通士兵。另外，与瓦格纳熟练使用囚犯兵不同，风暴 Z 士兵大多是充当炮灰使用的，整体存活率仅有1半。4月8日，一枚重型炸弹落入乌军阵地，爆炸产生的高温使得周围一切瞬间蒸发。巨大的冲击力对乌军阵地造成严重损坏，俄军使用的正是 FAB3000 航空炸弹，号称炸弹之王。在这种火力的打击下，乌军被迫撤出2处阵地，市区的控制范围也缩小到10%。为了绝地反击，乌军决定对南北2翼进行反击，为此集结了10个旅的兵力，对瓦格纳的侧翼造成严重威胁。但此时的普利戈金弹药不足，兵力不够，部队遭到重创。然而俄罗斯国防部却对此漠不关心，仿佛要彻底牺牲掉瓦格纳。为了保存部队，普利戈金几乎像乞丐一样恳请俄军指挥官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在这一刻，普利戈金与俄罗斯国防部的矛盾即将达到顶点。然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与瓦格纳保持良好关系的，此前在俄罗斯国防部弹药后勤工作的米哈伊尔·米金采夫，在4月27日被绍伊古免职，这被广泛认为是巴赫穆特战役中普利戈任要求撤出部队的导火索。5月5日，瓦格纳发布官方声明，在声明中，普利戈金首先列举的瓦格纳取得的战绩。2022年2月24日，乌俄冲突爆发，在经过1个月的激战后，俄军由于兵力不足以覆盖战线，先后放弃了基辅、苏梅以及哈尔科夫等地。瓦格纳在3月16日被要求回国。加入战场之后，瓦格纳选择向乌军防御最充分的地区进攻，并于5月9日占领波帕斯纳亚，取得顿巴斯首场重大胜利。在俄正规军遭受一系列失败之后，2022年10月8日，普利戈金与苏洛维金共同制定绞肉机计划。在俄军撤出莱曼19亩后，克里米纳附近的瓦格纳部队阻止了敌人的猛攻，守住了132公里防线以及207公里外的第2道防线。瓦格纳出色的表现与俄罗斯正规军的溃败形成了鲜明对比。随着国内舆论的变化，部分军事博主与克里姆林宫掌权人认识，指责绍伊古是俄军在哈尔科夫战役中失败的罪魁祸首，甚至认为普里戈任应该取代绍伊古。事实上，瓦格纳之所以战斗力强，是因为整支部队的结构不像俄正规军那样僵化。在攻城战中，瓦格纳没有庞大的司令部机关，采取了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分片包干形式，指挥层最多管理到战役层面，具体到每支小队采用什么进攻方式，进攻哪个方向，完全由小队决定。在决定好战术之后，小组成员必须严格执行。瓦格纳在进攻索莱达时，由于乌军在此地进行了常年防御准备，拥有非常复杂的矿道，兵力部署上非常严密，所以瓦格纳采取侧后迂回的作战计划。等具体进攻街区的时候，由每支小队负责制定方案。不过瓦格纳高层会参与讨论。索莱达尔的战斗验证了这种方式的有效性。北约曾经认为可以坚守半年的坚固防御点，1个月就被迅速拿下。前面我们也说过了，普利戈金对于后勤的意见，从2022年开始抱怨弹药不足，也不是1天2天，即便多方奔波，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普利戈金发出威胁，若不能向瓦格纳提供更多弹药，将从5月10日撤出战场。值得注意的是，5月9日恰逢俄罗斯胜利日，这一要求的要挟意味已不言而喻。面对普里戈金的强硬，俄国防部终于做出了回应，安排苏洛维金作为中间人，协调国防部与瓦格纳之间的关系，并为瓦格纳提供一切必需补给。同年5月，乌军还在筹划在南部战场展开反攻，于是将大部分预备队调往南方，但这就意味着巴赫穆特后面的援军已经不多，城市中的乌军只能展开弹性防御。最终在5月20日，普里戈金通过视频宣布，经过224天的作战，瓦格纳完成了在巴赫穆特的战斗任务，完全控制了整个城市，绞肉机也停止了运作。5月20日，随着乌军被俄军赶出多梅诺防区，
巴赫穆特完全被瓦格纳控制，普利戈金宣布，从10月8日正式开始的巴赫穆特绞肉机计划行动胜利结束。瓦格纳的旗帜也在巴赫穆特上空升起。巴赫穆特这座小城虽然不是乌俄战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对于乌克兰来说也没有很强的战略意义，因为在巴赫穆特后方是斯拉维扬斯克与克拉马托尔斯克，这2座城市比巴赫穆特大上数倍，防御更严密，地势也更高。然而在乌克兰的宣传中，巴赫穆特成为乌军心中的信仰，一寸土地都不能让与敌人，但却是重要转折点，改变了俄军在哈尔科夫战役中十分被动的地位，最终以俄罗斯的胜利告终。巴赫穆特是乌俄冲突中最残酷的一场战役，侥幸存活的士兵将其称之为地狱。对于此次战役中的具体损失，乌俄双方说法不一。有俄罗斯专家梳理表示，乌军在巴赫穆特阵亡5万人，受伤失踪人数也达到12万人。此外，乌军还损失了上百辆坦克、200余门火炮系统以及1000余辆装甲车辆。乌克兰方面则表示，俄罗斯同样遭受了巨大损失，伤亡人数达到10万人以上。不过，美国智库评估显示，俄罗斯在巴赫穆特战场阵亡了2万人，其中1半属于瓦格纳。至于受伤与失踪人数，应该也不在少数。所以，主流看法认为，乌军伤亡人数更多，同时损失也更大。因为巴赫穆特战役消耗了乌克兰为春季反攻所准备的兵力，尤其是在机动部队轮换防御的过程中，大量训练有素的老兵在这场政治影响的战役中损失殆尽。最能直接形容巴赫穆特战役的一句话：别告诉妈妈，我在巴赫穆特打仗。